怎么突然停下来了？在看什么？纺织服饰博物馆。你想去？我不会读心，只是某只笨鸟，不管想做什么都会写在脸上。时间还早，既然这么好奇，就一起进去看看吧。一进展厅，眼睛都要发光了。想先看什么？大红缎心大金女夹袍，应该是19世纪后期的衣服。对这件衣服这么感兴趣，觉得它哪里比较吸引你？又不是考试，这么紧张干什么？纹样很特别，你觉得这是什么纹样？狐狸摘花纹。该说不愧是你吗？理论知识马马虎虎，胡说八道的能力倒是满分。虽然我说了不是考试，但并不代表不能打分。听好了，我只讲一遍。这件衣服上的主要纹样是葡萄松鼠纹。松鼠与葡萄结合的纹样，包含了子孙万代的吉祥祈愿，寓意祥和福气。凑近一点，仔细看看这件衣服。它衣身的面料为大红素缎，衣领、袖口、大襟、下摆和开叉处采用了黑色缎地的彩绣花边，领口和大襟处有4对织金纽畔，钉上了鎏金铜扣。袖口处用了白色缎地的挽袖，挽袖的颜色和服装整体的颜色形成强烈的反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没有让颜色显得杂乱，反而为艳丽的颜色增添了一番雅致。你那个表情，又在胡思乱想什么了？羡慕别人的色彩过度自然和谐，而自己却生硬的像二维码。我当时不过随口一说，你的设计也没有那么难看。笑这么夸张，专心看衣服。这件衣服的亚黑缎地彩绣的是什么纹样？这次答对了，彩绣的确实是莲花纹花边。莲花取意纯洁高雅。中国古代的纹样除了装饰功能之外，通常都具有象征意义。除了莲花之外，常见的还有象征富贵圆满的牡丹，象征美满华贵的宝相花，象征高洁长寿的菊花，以及象征坚强高雅的梅花。你说以昙花为纹样的？昙花月夜花放，极沉而稳，清角升高飞逸奏，幽昙花好不轻开。古代见过昙花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以昙花为纹样，当然更是其上。正因为短暂和稀有，才更应该通过服饰来记录。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做了那顶黑色的昙花礼帽。想法确实不错。至于工艺，除了我，应该没有人会愿意把它带出去。得意忘形，谁说下次要带给你看了？好了，去看下一件藏品。你觉得这件湖绿绸刺绣原式旗袍有点眼熟，尤其是云肩的设计。看来你的注意力偶尔也会用在正确的地方。这件旗袍整体使用了湖绿色的丝绸，但在领线和肩部饰有如意头云肩，云肩之上刺绣了人物庭院纹样，沿边则使用了绿色线香滚。这种将传统的云肩作为平面纹样与旗袍合为一体的肩部装饰，很特别。之前给你穿的那件旗袍，确实采用了类似的设计。民国之后，受西式立体剪裁的影响，服饰风格开始向简洁靠拢，繁复的古代服饰渐渐退出生活。但在这件旗袍的设计与制作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对古代美学的崇尚与传承。古代的服饰样式繁多，但很多都像云肩一样，仿佛一阵云，逐渐消散在时间里。不过现代的设计师仍然可以从一些保留下来的服饰纹样和记忆中寻到灵感。如果有一天你觉得找不到灵感，也可以试一试，沿着时间去回溯，
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看到什么了？一件特别的大金女袍。说说看，你觉得哪里特别？绣了很多龙，果然不能对你的答案抱有太高的期待。这种女龙袍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女蟒。你面前的这件，如你所说，胸前、胸后、背后、下摆、两肩和袖口处共有10条金龙，确实很多。没有托翎马蹄袖和接袖，是汉人命妇所穿。穿这样的女蟒，要在外面配有带官补的霞帔。那里有一件，去看看吧。这就是汉族命妇穿在汉式女龙袍外边的霞帔。霞帔对于那时的女性而言，相当于朝廷命官的官服，能够显示穿着者的身份。补子的品级，则代表本人或者其丈夫官阶。这件石青色霞帔，前面2条生龙，胸前背后是白弦纹补子，应该是一位旧时的5品命妇所有。我叹气不是因为你，只是觉得这件霞帔，还有它代表着的荣华富贵，都不过是附庸他人获得的。在以前，这些华贵的服饰，往往也代表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屈服。你说现在？当然不一样了。服饰代表着自由个性，当然也可以显示身份，却不再是人们的枷锁。我当然知道，像你这样的笨鸟，衣服当然锁不住你。要是在以前，你应该也会是一副吵吵闹闹、横冲直撞的样子吧？不是，没有嫌你吵。好了，去看下一件藏品。看到了百家衣，名字没叫错，这件确实是百家衣。也有很多人叫它百纳衣。百家衣是各色碎布拼制的衣服，旧时人们觉得百家衣与乞丐的百节垂衣一样，小孩子穿上以后能得百家之福，又以贫贱者易活，在民间是很常见的纳吉手段。你在小声嘀咕些什么？觉得这件衣服比你想象的要精致很多。不要小看古代的织衣工艺，以这件小小的百家衣为例，它用浅紫、玫红、叶绿、橘红和深蓝菱形缎料拼合成面料，在尖角处钉珠片。在现代的服装设计作品中，也很难再看到这样的精巧与细致。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件衣服代表了心意。服饰不仅是日常的用品，也一直都是设计师表达自己情感的载体。制作这件百家衣的人，不仅收集了来自百家的祝福，更融入了自己希望穿衣之人福祉祥瑞、长命百岁的心愿。你问我没做过百家衣，但代表心意的衣服确实有过。看我干嘛？不想说。你在乱猜什么？是要把我之前做过的所有系列都背诵一遍吗？想要提示？算了，如果你都猜不出来，那就没人能猜到了，因为那些衣服都不是公开发表过的作品。刚才那句话就是提示，自己想吧，笨鸟。结束了，我不累。这个博物馆比我想的有趣，更何况还有某个人一惊一乍、少见多怪的样子作为调剂。这不是在夸你。齐老师，这又是什么奇奇怪怪的称呼？不是专门给你讲解，只是机会刚好，就当是你那些生日惊喜的回报了。虽然我很想再强调一遍，明年的9月1号不许准备什么绝世惊喜。不过有你一直在我身边，想必以后的每一天都不会缺少惊喜吧。算了，你只要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
以后的事，我也很期待。